到了河北南部的衡水，聊聊衡水中学和河北这个省份。我今晚的目的地呢是河北的衡水。我刚才把这个车窗摇下来一点，闻到的是一股熟悉的沁人心脾的烧秸秆味儿、柴火味儿。我感觉闻到这个味道就是很北方的感觉了。反正从南方到北方这一路变化还是挺明显的，从湿热到湿冷到干冷，一路上风土人情变化也挺多的。我觉得这种从南到北的直线吧，还是会有更多的感受，相比于说在一个固定区域的这种环线吧，挺好的。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再多尝试一下这种纵贯的路线。山东境内温暖的午后，阳光照在身上，感觉挺舒服的。听着悠闲的歌，挺放松的一个状态。大家好啊，延平 Masers， 我是 Gary。现在正在广东自驾回北京路上。昨天晚上是到了河北的衡水，衡水就是产老白干的衡水嘛。衡水我看了一下景点不多，我感觉城市最大的一个产业就是衡水中学，所以吃个早饭，然后去衡中那附近逛一下，感受一下，肯定是进不去嘛，但是就是感受一下这个教育对城市带动的这个感受吧。因为呢，其实我昨天找酒店住酒店呢，携程上搜，很多的酒店它的评价全是说这个带孩子上学啊，住这儿很方便啊，怎么着的。所以其实昨天晚上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氛围吧。拍一下整个城市的风貌。这个不是沿街啊，但是一条小巷。吃的就是一个典型的河北的小城市吧，因为我就是河北出生的嘛，对河北还是有一些了解。就是这种感觉呢，很难去形容。是这种很有一点点土，然后比较朴实的这种生活感，还挺乖。我觉得不一定是河北啊，可能很多国内的一些小城市的这个商业业态，它是很独立的，不是这种大城市经常见的连锁店啊那些，它都是个体户会多一些。即使报成公司，它也是它的业务范围、辐射范围可能就是市区加周边的几个乡镇县，就这么一个体量。所以过会儿吃饭是一个熏肉卷饼，应该也是河北南边的一些特色的。其实河北这个省份它是很分裂的。这个我是河北东北出生啊，生长啊，小时候。河北因为它中间呢，北京、天津这两个以前都是直隶嘛，河北这一大片。但北京、天津挖空了以后呢，河北它是一个环形的，它就很分裂，而且东南西北它的生活习性啊、方言差异很大，就是基本上是互不往来吧，我觉得。就是你说我对河北南部的这个
城市。我就是在小的时候看天气预报，我是知道这个名字，但真的这也是第一次来衡水嘛。它的特点啊什么我也是不了解的。包括像河北，你说这个省会，它石家庄嘛，石家庄基本上啊，在河北省内它的认同感是很低的，因为它经济不如唐山，然后影响力啊、文旅啊这些秦皇岛也不如秦皇岛，包括你像历史底蕴，它旁边那保定、石家庄也比不上，所以石家庄这省会在河北这个真的也是认同度、存在感都很差的，所以河北就是一个很分裂的省份。然后主要的经济也就是煤炭、钢铁。农业、重工吧，基本上这些，落后产能属于。所以你说这个产业结构升级来升级去，把这个首钢的这个落后产能给迁过来。对，反正就是，虽然在衡水吧，但是看到这些街边的门店啊，这些有感而发。我觉得河北其实对于北京、天津的这个城市建设牺牲很大，属于真的是被掏空榨干的这种，所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呢，这也喊了很多年，但真正呢能辐射过去的这个事儿很难，真的就是很难辐射，因为你想。华北平原、京津冀这一边吧，城市网络它和江浙沪跟珠三角这个密度没法比。你像从广东开车到佛山，对吧？半小时都不到。然后但你北京呢？你从朝阳到海淀开车，有时候还得1-2个小时，要堵车的话，2个小时。它这个城市密度太大了，就是铺得太大，然后所以加上北京，它不是经济中心，它北京没啥往外辐射的能力。天津这更是，天津这2年它，对吧？城投啊、国资这都自身难保的，所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吧，喊的逻辑是 OK 的，但是它没法不好落实，所以河北永远就是这个被催的那一个。我明天我还会去雄安，我去雄安看一下。雄安这个看看，毕竟也千年大计，这个政府这个看行政主导的这种，到底现在啥样？希望是好一点。吃个这个大饼熏肉，也是开了10年啊，8年吧好像。来个10块的大饼，加个豆腐，人不少啊。我是过来旅游的，我拍一下这个啊。这枣强是衡水底下的县吗？对啊。我看县。啊。啊，也是路过衡水的，停一下。这有点这个老豆腐的感觉，是吧？这个就是老豆腐吧？对呀。啊，这自己那个拿布拧的那种是吧？这就是我们怎么说这个是？这门有不放，这4个放，有点大点。知道。这就老豆腐，水豆腐。小时候我也吃过。这种都比那个超市买的那种盒装的豆腐要好吃很多。熏肉大饼，很
烫的，现在手拿着就挺烫的，好吃。这酱肉啊，看着这个肉的颜色不深，但是挺多的，饼也很香。枣强名吃，老汤卤制的，老豆腐也是。衡水吧，衡水它因为是河北南边嘛，衡水这地儿它也不接海也不接山，就是个平原，所以就是农业比较发达，粮食啊，对吧？油啊、蔬菜啊这些东西，工业不多。还有个老白干啊，因为这个衡水吧，它在河北也算比较欠发达的地区，就像说它没有什么工业，所以它 GDP 就是我看了一下今年数据，河北倒数第3，倒数第1、第2就是承德、张家口，因为承德、张家口这2个城市很特殊，全是山地和草原，对吧？你像尤其张家口这种，承德这是全是山地，所以就是正常平原啊、内陆型城市，可以说衡水是倒数第1位。不过这个衡水它是人也比较少，400万的人口，这还是加上其他的县，就是个小城市，小的内陆的平原城市。然后呢，河北它那个简称就是车牌它不是冀嘛？因为那个衡水这市区有一个冀州区，这个河北这个冀啊，就是源自衡水这边，这也算是文化层面比较有底蕴吧。就是其实河北南边、山东北边、山西、河南这个交界这个区域吧，地图上看它是很多个特别小的县，就面积上，但是每个县呢它都很独立，就是因为它这个区域它历史上文化底蕴比较深厚，很早就发展起来了，恨不得这个春秋战国就一堆小国就在这边，相对来说比较独立，所以就是确实平均的面积就比较小，但人口应该不会太少，因为就是山河4省这边吧，人口都还是普遍还是比较多的，就是边走边这么念叨吧。过会儿看看衡中吧，再拍一下这些门店。哦，板面，这是安徽板面，这就河北的特产。哎呀，真想再吃一顿。这个河北的板面啊，真的是味道很可以，但地方也是有差异的。我刚看了一下衡水马路边上这个衡水老白干的经销处，还挺多的，一条马路上恨不得好几个。所以也能看出来这是地方的这个经济，对吧？还是比较集中的。有这种一个大的企业，它确实影响力很大。我也准备过会儿买2瓶，支持我们河北的这个经济发展。又买了好多橘子，8斤吧。看见这马路边有卖橘子，所以真的河北人都比较实在。而且你看他那小摊卖的吧，河北也不产这些橘子啊，当然应该也产吧，对吧？你衡水这边肯定也有农业，但它不是说那种核心产地，卖的价格都很便宜。这价格比江西、比赣州那边卖的还便宜呢。老板买完橘子还问了问我这个皮卡，他也想说是多挣点钱，换个皮卡。前面就
到了衡水中学，找个地儿停车，好好的瞻仰瞻仰。教育学校门前的小门店，这个是不是正门啊？衡水中学，学生得刷卡，外面人没法进。这肯定是外面人没法进，军事化管理。我刚才问了一下，确实进不了。诊所、眼镜、快递，就该说不说，这个你看教育产业弄得其实很细致，维权热线，学校里面文化氛围弄的，景色也行。秋天了，反正不少人嘛，对衡水中学这模式比较有争议吧。但我觉得，就河北这种地方，尤其是你像衡水这个城市，刚才也拍了，它是一个你必须得考出去，而且河北的这个高考压力、竞争压力太大了。就是可能说是这个高考这条路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唯一的一条路，就这也不能说是卷了，这个就是从出路、生计的这问题这个角度考虑，高考也是一个需要去花更多的心思和精力去做的。只不过就衡水这个地儿，它又是一个更需要通过教育去改变命运，让他做的会更彻底一些。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就是都是为了生存。因为之前不是在广东这边工作嘛，很多广东本省内的一些家族二代或者什么，或者是家里都有产业都有买卖嘛。那教育不是他们唯一的一个选择，所以很多广东的，对吧？学校选择他们就选省内，或者说甚至不高考就去接管家里。但河北啊，尤其衡水这个地儿没有这种条件，也只能是通过教育去逆天改命吧，我觉得。刚跟衡中门口那个小卖部的老板聊，我问是不是一周出来一趟，他说没准，但一周肯定出不来，基本上2-3周吧才能出来一趟，平时就是大门都紧锁，个别有事儿可能出来。就是假设你是生活在这个城市，你肯定是希望通过高考来改命，